接下来持续要关心到的是，为了要对抗中俄，川普现在为了格陵兰，甚至放话说美国要退出北约，真的有可能吗？另一方面，有关于格陵兰的议题，现在最新消息是欧洲急派他们的军力进入到北极地区了，是要着急着对抗美中俄在这边的战线吗？今天一起来做关注三个火线话题。我们今天请来宾特别帮我们做解答，是说川普他为了格陵兰为什么要直接放话？他说：“我不排除我要退出北约。”到底是原因为何呢？刚刚讲了，现在呢，欧洲国家也派他们的军队进入到北极地区了。这些国家包括了德国、法国跟瑞典等等的国家，他们是在防谁呢？是在防中俄美吗？还是其实他们在防的是川普对于北约翻脸这件事情？第三件事情，我们今天也会来关心到是，当美国为了格陵兰掀翻北约，欧洲又急派军力进入到北极地区，但是岛上的居民他们根本不在意这些地缘政治啊，他们认为在经济上面他们已经受够了，这场角力到底最后是算在谁的账上？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来一起做关心。赶快来看到是在1月14号这一天，三方的一个会谈，美国、丹麦、格陵兰的官员他们在华府举行了将近是1个小时的三方会谈，谈完之后，川普直接就对外摊牌，他说：“美国，我们为了金琼计划需要格陵兰这个地方，要是我们真的不进驻的话，接下来不管是俄国或者是中国大陆也会拿下。我们不能指望丹麦能够保护格陵兰呐。”所以他也放话了，突然间说了一句吓死大家的话：不排除脱离北约。来看到两国的外长怎么说，丹麦直接说了，川普到现在还是想要征服格陵兰，我们跟他有根本性的意见上面的分歧。根本没有谈好。再来，格陵兰的外长也说，你美国应该要学会好好尊重其他国家的领土。好，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张将军怎么看川普的金琼计划？为何这边说一定他得要拿下格陵兰，不能就用其他的方法吗？比如说扩大美军基地就好了吗？这样不行吗？川普如果真的敢为了格陵兰退出北约，这对他来说会不会因小失大，有什么样的冲击？张将军怎么看？因为金琼计划对美国来看，格陵兰只是一个理由而已。金琼计划弄不到格陵兰那么大，格陵兰216万平方公里，是60个台湾，60个是占美国980万平方公里的22%，五分之一还要大。它比美国没那边够大了，它是五分之一的美国，你看够不够大？所以说金琼计划就是为了格陵兰这216万。金琼计划只是个理由而已，根本不成立，给你一大块好不好？而且现在已经有美国的雷达站在格陵兰，美国的我们叫做的就是太空的接收站在格陵兰，都已经有了嘛。那金琼计划，我再给你个基地好不好？你要多大的地？因为格陵兰80%是冰雪所覆盖，它的极南边是北纬62度嘛，一大部分是在北极圈里面呢，够大了。所以美国是以金琼计划只是个理由。那我们现在反过来看，那是为了什么呢？我认为第一个，让美国领土，美国再度伟大。美国983万平方公里，加上了216万平方公里，就变成了1200万平方公里，那是够大了。你看看，所以是不是川普的这个野心就够了？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格陵兰人口太少，那么大的面积只有57000人，是不是太少了？所以很简单嘛，那我要一拿驾轻就熟，一马平川，我要软取，我直接。拿钱买的，才57000个人算什么？我拿丢钱给你好不好？你们这57000个人能够多少钱？我给你买就好了嘛。所以我倒认为，那个最重要的这一个就是它的国土面积大。第二，格陵兰下面有非常多的矿产，尤其是稀土，还有石墨，还有镍，还有铜，还有黄金，还有不要忘了还有钻石，哇，那么多因为它216万平方公里，下面多少矿产？而且我们知道地球越来越暖化，你这些格陵兰是冰天雪地啊，慢慢，因为地球的暖化也慢慢可以开发了。那不是吗？刚好嘛，搭配了整个的环境变迁、气候变迁，不是就顺水推舟了。所以我们来看第二个来看，就是因为矿产，那矿产不得了，多少钱啊？尤其是稀土，那美国最缺稀土，那直接在这边就有稀土了。这是美国的国土之后，美国开始大肆开采，这是我的了，我的家了。所以他认为川普他可能志在必得。第三个，我们来看就是。这些德国也好，他们在进驻的，包含法国也要进驻啊，都是要进驻。他们这个只是一个点缀而已啦，他们只是形式上进驻。你进驻几百人算有用吗？
你真正实质进驻，你每一个国家派出2万，你这样的话大家凑个10万在那边，哎呦，这规模出来了。但是你那补给怎么用？军营设施还没有盖嘞，你的营房也没有盖，跑道也只有1条，你怎么用？所以没有办法，现在只能刑事进驻。那对美国、对川普的决心能够产生吓阻的作用吗？我认为只能讲聊胜于无，只有形式上的意义，并没有造成实质吓阻的结果。只要川普一退出北约32个国家嘛，30个在欧洲，2个一个加拿大，一个美国在不在那个欧洲嘛？很简单，他一退出来，那我就是要美国允许，谁敢杠美国？他是世界超强，是世界的独霸，谁敢跟他？所以这些实质上的进驻没有，你只有形式上的进驻，这些欧洲的国家并没有形成气候，也对川普没有这方面的吓阻的效果。川普就要交出成绩单，并吞了格陵兰，就是把它变成他最大的攻击了。所以他认为这个川普会软硬兼施，最后就要把格陵兰硬是要把它吃下来。好，补充张将军刚刚特别讲到说，这个欧洲国家形式上的进驻有哪一些国家？目前总共是统计有7国，除了刚刚特别提到的德国跟法国之外，还包括了瑞典、挪威、加拿大、荷兰等等的欧洲国家。他们这几天呢，在当地是展开了周边的海域的军事部署跟演训，那也进行北极耐力的军演。那现在派出的都没有一些比较有规模的武器，只有一些小规模的侦察，还有先遣部队。后续他们说可能会派战机等等，但是可能都是微不足道的。那北约国家也批评警告说，中俄的舰队你们长期在这边，而且是不怀好意的，你们都说是科研。他认为他不相信，绝对不是为了看海豹、看北极熊等等，是为了要找出可以反制我们北约水面舰跟潜舰的方式，所以长期中俄进驻在这个地方。我们先请教厉将军又怎么看欧洲国家的动作？现在集结在格陵兰这边的军事动作，还有中国大陆现在低调在北极这边的动作，厉将军又怎么看？这次北约这总共7个国家派兵去协助格陵兰，真的了不起。那派出的人数是派出的国家数量比这个人数多，人数比枪多，枪比子弹多。那总共这几个国家，德国果然是这个北约的大国，他派出的人数最多，多少人你知道吗？13个人。然后其他的国家来讲的话，总共大概包括到瑞典啊、挪威各国只有2个人而已，2个人只是用观察员身份。那法国马克宏讲的是很大声，到现在为止，他说他要派出2个人，可是这2个人到现在还没有派出所以你就看到说北约国家有多么的苍白跟羸弱无力当然他们也只是形式上，我觉得他们也不敢对抗这个跟川普作对了，这是很明显的。第二个，我觉得川普在这个节骨眼上面，俄乌战争俄罗斯正在展开它的冬季攻势，而且目前在俄乌战场上面，可能大家比较不去关注了，最近目光都摆在格陵兰。但是俄乌战场现在这个乌克兰状况是非常的不利，因为包括北中南3个战线，俄罗斯现在是大举的展开攻击，东斯的攻势已经展开。在这种节骨眼上面，我们看到北约国家正在白俄罗斯的边界那边集中兵力。那这时候川普不是一个搅屎棍吗？这北约国家搅屎棍，你选在这个时候在北约屁股后面捅刀那真的是北约前面已经应付不过来啊！你在后面给人家捅刀，然后还叫人家这个要抽调兵力去对付防卫这个格陵兰。所以难怪川普会讲，我觉得他从这个动作你看到，他事实上真的是不重视北约，他只在意自己国家的这种领土的扩张跟自己国家的安全他其实并不在意北约，所以他说北约他要退出啊，我觉得他讲这句话是真心的，因为他觉得北约每次都占他的便宜，花他的军费他花钱去保护北约啊，北约都这个自己本身都不能自立自强，他每年要花那么多的钱在北约上面，所以这次我觉得他讲要退出，他不只是要退出北约他在联合国里面已经退出了66个这个相关的组织，他也都退出了，所以我们看出来川普他到底是一个自私自利的生意人，他只为自己着想。那我们现在回归到格陵兰来讲的话，这个岛重不重要？我如果说就地缘战略来讲，确实对美国有它的重要性在因为我们都晓得，如果说是北极航线地球是
扁的，是圆的嘛，哈，从北极那边过来是最近的。那美国的北方一个国家叫加拿大，加拿大的北边才是格陵兰，是最接近北极的地方。那但是这个北极另外一边来讲的话，这个就是俄罗斯的领土。那如果俄罗斯在这边发射导弹，那确实越过北极上空就会攻击到美国的本土。但是川普都认为说是你格陵兰只有雪橇拉狗的防卫战力，对不对？这个加拿大不过就是第51州国防战略也非常羸弱，所以他认为自己要有这个能力来保护。那现在在北极圈里面，我们讲这个光这个北极圈的战力来看的话，目前这个俄罗斯确实是碾压加拿大的。俄罗斯光它的破冰船就40几艘的破冰船，其中还有好几艘是核子动力的破冰船，但是加拿大在这个地方大概只有2、3艘的破冰船，所以如果说就北极的战力来讲的话，加拿大确实不是俄罗斯的对手，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川普这么急着要格陵兰。但是话说回来其实川普你可以有很多的手段。可以增加格陵兰，它毕竟是你北约的盟国之一嘛，你可以用租借的，甚至可以用其他手段。那你为什么一直坚持要用军事占领的方式？我就牵涉到第二个原因了。第一个原因就是他认为格陵兰在地缘上面确实很重要。第二个，我觉得它就是一种这个要满足他小时候帝王的那种心态，就是开疆拓土的帝王心态这个你知道，当然你回想一下，他之前是要建一艘川普级的战舰，4万吨级的战舰，那像是一个小男孩的小时候梦想，要用积木拼一艘战舰一样。那这时候也是满足他小时候这个很羡慕的那些帝王开疆辟土这个，所以我觉得他用军事一直在强调用军事占领格陵兰，纯粹就是想要满足他孩童时期这个帝王的梦想而已。好，对于美国，对于川普来说，一定要拿下格陵兰，有他的原因，不管是安全的原因、矿产的原因，或者是他满足他帝国领土扩张的原因。但是我们看这些原因，在这一些真的格陵兰人民的眼中，他们完全不在意，他们也不在意这些地缘政治，因为他们认为这57000名的居民，他们认为说，他们现在最受够的就是当地的经济表现实在是太差了。格陵兰的经济结构，带观众朋友稍微了解一下，其实98%左右的出口额都是靠渔业的。如果要做这种矿产稍微附加价值高一点的话，他们还要投入数十亿美元的开发成本，而且对他们来说，这个转型看起来是非常非常困难的。那所以格陵兰目前是高度依赖丹麦政府，每年会补贴他们超过10亿美元的补贴，但是我们看到经济成长率在去年只有0.2%，经济陷入停滞。杨老师怎么看？我的观点是，我认为在委内瑞拉、格陵兰跟伊朗3者之间，这3个现在川普都想要伸手进去。格陵兰对川普最重要，而且接下来的这3年，格陵兰很可能在美国的全面的压力之下，就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加入到美国。简单的讲一下历史1867年那个时候，美国的政府跟俄国买下了阿拉斯加720万美元，那个决定是当时的国务卿叫做舒尔德。那舒尔德是做过参议院的参议员，然后跟林肯总统竞选总统，他失败。那林肯总统当总统的时候，就找他做国务卿。然后呢进行内战，内战结束之后，林肯被暗杀，副总统叫詹森上来，继续舒尔德做国务卿。虽然在美国内战结束了，舒尔德还是想尽办法要跟俄国买阿拉斯加。不过那个时候他被批评你买的1毛不值的地方，像是舒尔德的冰箱。其实他接下来就想要买格陵兰。他为什么要买阿拉斯加跟格陵兰？他目标其实要把当时还没有独立的加拿大变成美国的版图的一部分。这个是一直以来美国的政治精英希望把整个美洲就掌控在美国的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然后呢，门罗主义后来就往南延，在19世纪末，川普最羡慕的麦金利总统，他就发动美西战争，1898年打赢了，所以古巴、菲律宾、波多黎各、关岛拿到手中，同时也出兵占领了夏威夷。麦金利也提高关税，你们觉得很像？川普就是要去实践这些
而且它这个留名，如果格陵兰拿下来之后，其实它就历史留名。所以它为什么一直在讲加拿大是第51州？那丹麦卖这个殖民地也是这个经常的事儿啊。18世纪的时候，他把印度以南跟那个锡兰，现在叫斯里兰卡的几个小这个殖民地跟就是贸易站，他卖给英国，后来也卖西非的部分给法国。1917年，他把丹麦属的西印度群岛卖给了美国，2500万美元，就是现在美国在加勒比海的所谓的维京群岛。但这次丹麦能不能卖格陵兰？不能，因为格陵兰是一个自治省，他没有角度、没有权利去卖，所以我觉得最有可能最后面就是让格陵兰人自己公投，你决定格陵兰的未来是要独立还是要加入美国。那这个时候美国就可以10万，每个人10万、20万发下去啊，因此我觉得其实从这个角度来去思考，而不是单纯就是战略、矿产、航线这些都重要，都重要，都有意义。但是呢，它有它的一个历史背景，然后呢，这些北约国家跟丹麦不会因为格陵兰去跟美国翻桌子的。好，谢谢杨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